我进殡仪馆工作真的让我妈生气？你觉着呢？那我干啊！好好表现啊！3月有了新工作，它主要讲述的就是一个95后的一个女孩，在家啃老了1年多，然后阴差阳错的进入了殡仪馆，在职场完成了自己的一个蜕变的一个故事。姑娘，你呢有才华，也很努力，但我们还是更想要个男孩。他其实在大学里面学的是舞美专业，毕业之后找工作遭遇了很多的一些挫折，比较躺平比较佛的一种状态。他母亲就是会有一些嫌弃。真受够了我！干嘛呀？你到现在为止1年了，在家里待着，吃我的住我的，天天刷这破手机。这种躺平文化，它是一种现在都市的一种症候群吧。嘴上会说我想躺平，可能都还想再挣扎着干一些什么事儿。走，跟我瞅瞅去。瞅啥呀？你不是要死吗？学学怎么死，敢不？担任殡仪馆遗体化妆师，一开始是有一种抗拒感的。他会学习一些防腐、上妆、缝合，有断肢啊，有这个怎么做，怎么把舌头塞回去，去克服潜在的这种恐惧。还好吧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遇到了很多往生者，人生百态展现在大家的面前。让往生者就是走得漂漂亮亮，好像能给家属一些安慰。这个工作其实是让人觉得踏实。每一集的这些主题都是我自己比较关注，想要去采写的。也会看弹幕嘛，有的人说是会不会就是太回应社会热点，我肯定会用我的那个就是作品会去回应。大家都说学园里没前途。我爸妈让我学个好找工作的专业，包括像一些中国式的原生家庭的问题。996的一个职场青年，他背负着父母的很大的压力，每天都在加班，很疲惫的这种状态下出了车祸，父母从来没有让他当过1天小孩，真正就是读懂孩子的那一刻，但其实是晚的。咱起来啊，人性一把，马一你。刘师傅，请你一定要帮帮我，我不想让人知道他是被情人砍成这样的。一个30出头的一个女性，生育了2胎，留在家里成为了家庭主妇，丈夫因为出轨被情人砍死了。重大的打击下，她并没有把自己的这种婚姻失败的这个痛苦加诸到自己孩子的身上，给丈夫办了一个偏童话感的一个葬礼，维系孩子的比较完整的一个童年。我自己在改这个故事的时候，自己当时也正在经历怀孕嘛，这种生育之苦，家庭主妇的价值没有得到承认，我觉得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反思的。自己对于死亡的这个东西，老想就是找到一个答案，或者是说找到一种排遣的方式去面对。当时是跟张姐一起合作嘛，去到殡仪馆之后，那有那个捡骨的过程，我们就把它放到了这里头。到了3月，托朋友联系了成都殡仪馆，然后去到他们的那个遗体整容班去观摩了差不多1、2周的时间。我第一天去的时候遇到一个老师傅，他就跟我讲他自己发明的那个就是上色的颜料那个比例要怎么调配。说完之后，突然他又转过头去跟办公室另外一个女孩就聊起了回锅肉怎么做，莫名的觉得有一种治愈感。我还不知道你在哪工作，是干什么的？啊？服务业。服务业。我们希望打破那种沉重感，多一些色彩。
人物的设置上其实都是偏一种清晰感，既有一些幽默，然后又很日常。骗人不太好吧？那你就试试。可能就是要去克服对于殡仪馆这个职业的一种认知。有一些殡葬行业的工作人员怕有一些人听到之后会介意，这种隐形的歧视，想把这些东西都展现出来给大家看一看。这样的一个小片子能赢得大家的一些关注，我觉得，其实也是蛮难得的。这些人的生死的故事能够触动到我们对于生命本身、生活本身一些问题的一些解答。具体到3月就是做下去嘛，你只有在做的过程中能寻求到一些底气和一些心理的一种支撑。有了去治愈自己的能力之后，他也可以把这个爱给予更多的人。